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電腦屏幕的冷光在於若曦臉上明明滅滅，文檔頁面被密密麻麻的標注填滿。她纖細的手指在鍵盤上快速敲擊，偶爾停頓，思索着更精準的表達。煥新2個字作為標題，簡潔有力地矗立在文檔頂端。這是為知名家電集團智享生活量身打造的品牌升級方案。於若曦為了這個項目，跑遍了市內10幾家大型家電賣場，她甚至自費參加了數場行業峰會，只為了解最前沿的消費趨勢。辦公桌角落堆着半人高的行業報告和市場調研數據，每一份都被她仔細翻閱過，頁邊寫滿了娟秀的筆記。牆上的時鐘悄無聲息地劃過凌晨1點，整層辦公區空曠寂靜，只有他工位這一小方天的亮着燈。他端起已經冷掉的咖啡抿了一口，眉頭微蹙，繼續專注於屏幕。方案的核心創意是情感換新，主張家電不應是冷冰冰的機器，而應是承載家庭溫暖記憶、促進家人情感連接的重要紐帶。這個切入點源於他內心深處對家的理解和渴望。他翻看着方案中精心設計的用戶故事和情感觸點展示，嘴角不自覺地揚起一抹溫柔而滿足的笑意。這是他入職3年來獨立承擔的最重要，也是最投注心力的項目。他渴望憑借它證明自己的價值，在職業生涯上邁出堅實的一步。最後檢查了一遍排版和錯別字，他終於長長舒了一口氣，像是完成了一場漫長而重要的儀式。身體雖然疲憊，精神卻異常振奮。他將文件命名為《煥新方案最終版於若曦》，鄭重地點擊了保存，然後備份到公司加密雲盤，又小心翼翼地將副本存進私人 U 盤。做完這一切，他才關掉電腦，收拾東西準備離開。站起身時，因為久坐，腿部傳來一陣輕微的麻痹感。他扶着桌面稍作停頓，望向窗外依舊燈火通明的城市夜景，內心充滿了對未來的期待，以及一絲不易察覺的不安。這種不安如同投入湖面的小石子，漣漪尚未擴散便已沉底。他只當是連續加班帶來的過度疲憊，並未深想。鎖上部門玻璃門時，金屬碰撞發出清脆的響聲，在寂靜的走廊回盪。電梯下行時，狹小空間裡的失重感讓他有些恍惚。走出寫字樓，深夜的涼風拂面，帶走了幾分困倦。他回頭望了一眼高聳入雲的建築，其中一角曾見證他無數個奮鬥的夜晚，然後轉身融入朦朧的夜色，身影堅定而單薄。第二天早上9點，於若曦準時出現在辦公室，眼下帶着淡淡的青黑，但精神卻很好。想到即將提交的方案，內心有些雀躍。他習慣性地先去茶水間沖一杯濃咖啡，提神醒腦。恰巧碰到同事林志遠也在那裡，正悠閒地磨着咖啡豆。若曦，早啊，臉色不太好啊，昨晚又加班到很晚。林志遠熱情地打招呼。他今天穿着一件熨燙平整的淺藍色襯衫，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臉上總是掛着恰到好處的笑容，讓人如沐春風。於若曦點點頭，微笑道：“在趕智享生活的那個方案，總算弄完了。就是那個煥新項目，聽說難度不小，副總很重視。”林志遠狀似隨意的接話。他將磨好的咖啡粉倒入濾杯，動作不緊不慢，透着一種從容。是啊，投入了很多精力，希望結果能讓人滿意。於若曦語氣平和，帶着期待。林志遠端起沖好的咖啡，走到於若曦身邊，靠在水台邊。你做事一向認真靠譜，肯定沒問題。他語氣真誠地誇讚道。
接着，他話鋒一轉，帶着關切的口吻：“不過若曦，有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於若曦疑惑地看向他：“林哥，你說，你這個方案創意和深度肯定沒得說。”林志遠壓低了點聲音：“但我聽說甲方那邊的韓總是個特別注重細節和呈現形式的人。”他抿了口咖啡，繼續道：“你這份方案內容扎實，但排版和視覺展示是不是可以再優化下？”於若曦聞言，認真思索起來。視覺展示，我確實更側重內容。你看啊，林志遠熱情地拿出手機，點開幾個案例。現在的方案都不只是文字堆砌了，得多用圖表、信息圖，甚至做個簡單的動態演示。這樣交給副總，他拿去跟甲方匯報的時候，也更有面子，更容易通過，对吧？於若曦看着那些制作精良的案例，覺得林志遠說的頗有道理。他之前一心撲在內容深度上，對形式的重視程度確實有所欠缺。林哥，你說的對，我光顧着摳內容了，形式上是有點單一。林志遠爽朗一笑，拍拍胸脯：“嗨，這有什麼？我認識一個做設計的朋友，水平不錯。你要是信得過我，把最終稿給我，我讓他幫忙快速做個美化，保證高大上。”於若曦有些猶豫：“這太麻煩你和你朋友了吧？”“不麻煩，舉手之勞。”林志遠擺擺手：“同事之間互相幫助不是應該的嗎？再說了，項目成功也是為我們部門爭光，下午就能弄好，不影響你提交。”他言辭懇切，態度熱情，完全是一副樂於助人的好同事模樣。於若曦想到副總監對項目呈現效果的高要求，又想到林志遠平日裡的可靠，那份因深夜加班而產生的不安，在此刻被同事的熱心驅散了。他點點頭，感激地說：“那太好了，真的太謝謝你了，林哥。”“客氣什麼，包在我身上。”林志遠笑容燦爛：“你發我郵箱就行，我馬上聯繫我朋友。”於若曦回到工位，將那份命名為《換新方案最終版》於若曦的文件略一思索，重命名為《換新方案，請林哥幫忙美化原始版》，發送給了林志遠。林志遠很快回復了一個 OK 的手勢表情，附言：“放心，等我好消息。”於若曦看着發送成功的提示，心裡踏實了許多，開始處理其他日常工作。他完全沒有注意到不遠處工位上的林志遠。收到郵件後，臉上那熱情的笑容瞬間收斂，轉而浮現出一絲難以察覺的深意。他飛快地將文件另存為，刪掉了後綴，只留下光禿禿的“換新方案”4個字。然後點開了傅立葉總監的聊天窗口，手指在鍵盤上停頓片刻，開始鍵入。下午2點，部門每周的例會準時在第3會議室召開。長方形的會議桌旁坐滿了策劃部的員工，氣氛有些嚴肅。於若曦特意找了個靠近投影幕布的位置，心裡隱隱有些期待。傅立葉總監坐在主位，面前放着筆記本電腦，表情一如既往的嚴謹。林志遠坐在副總監左手邊第2個位置，神態自若地喝着水。會議按流程進行，各項目組依次匯報進度，副總監偶爾提問或點評。輪到近期重點向智享生活品牌升級時，副總監清了清嗓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過去，於若曦也不自覺地坐直了身體。今天重點說一下智享生活的換新方案。副總監開口，聲音沉穩。他操作電腦，投影幕布上出現了一個 PPT 封面，設計精美，視覺效果突出。大大的“換新”2字經過藝術化處理，搭配着溫馨的家庭場景圖。於若曦微微一愣，這個封面風格
並非他慣用的簡潔風格。但他轉念一想，這大概就是林志遠那位設計師朋友的功勞吧。效果確實比他自己做的要專業和吸引人得多。這個方案是我們部門近期的一個重要成果。副總監繼續說着，他的手勢指向林志遠。志遠在這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於若曦的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什麼東西攥緊了，血液似乎都凝固了瞬間。他愕然地看向林志遠，後者面帶謙遜的微笑，對着副總監和眾人微微頷首。副總監開始講解方案的核心內容，一頁頁 PPT 翻過。於若曦的呼吸漸漸變得急促，指尖冰涼。那每一個創意點，每一段分析文字，甚至他精心修改過數次的措辭，都原封不動地出現在了屏幕上，只是排版和美化做得極其出色。這分明就是他的換新方案，一字不差。可此刻，他卻赫然打着林志遠的烙印。特別是這個情感換新的核心概念，切入點非常精準，很有洞察力。副總監的語氣帶着毫不掩飾的讚賞，目光讚許地看向林志遠。志遠能夠深刻理解甲方尋求品牌年輕化、情感化的需求，值得表揚。會議室裡響起了稀稀落落的掌聲，不少人向林志遠投去羨慕或祝賀的目光。於若曦只覺得那些掌聲像針一樣扎在耳膜上，嗡嗡作響。他死死盯着屏幕，又猛地轉頭看向林志遠，希望能從他臉上看到一絲心虛。然而林志遠坦然自若，甚至在與他目光相接時，還回報以一個看似無辜的微笑。那微笑在於若曦眼裡充滿了嘲諷和得意。他張了張嘴，想立刻站起來大聲說：“這方案是我的。”但喉嚨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發不出任何聲音。巨大的震驚和背叛感讓他一時失語，渾身僵硬地坐在那裡。副總監的侃侃而談變得模糊不清，只零星聽到卓有遠見、客戶反饋極佳等詞語。他看着林志遠在副總監的示意下，起身補充說明方案的某些細節。他講得流暢自然，仿佛這套方案真的從他腦海中誕生一般。甚至在某些非核心的細節上，他還加入了即興的、看似合理的發揮。這一切都天衣無縫，像是經過精心排練。於若曦的心一點點沉入谷底，手腳冰涼。他終於明白，昨天林志遠那番熱心幫助，從頭到尾就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圈套。所謂的美化排版，不過是竊取成果的幌子。他感覺自己像個傻子，輕易地將辛苦孕育的果實拱手送到了竊賊手中。會議還在繼續，他卻一個字也聽不進去了。屈辱、憤怒、難以置信，種種情緒在他胸中翻騰衝撞。他緊緊握着拳頭，指甲深深掐進掌心，帶來一絲尖銳的痛感。這痛感讓他勉強維持着表面的平靜，沒有當場失控。他必須問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會議一結束，於若曦立刻站起身，幾步衝到正要離開會議室的林志遠面前。他的臉色蒼白，胸口因激動而微微起伏，眼神灼灼地盯着他。林志遠，你給我過來一下。他的聲音不大，卻帶着壓抑不住的顫抖。旁邊幾位同事投來好奇的目光，林志遠臉上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慌亂，但很快被他掩飾過去。他換上慣常的溫和笑容：“若曦，怎麼了？有事慢慢說。”於若曦不再多言，轉身走向走廊盡頭的消防通道，那裡通常少有人經過。林志遠猶豫了一下，還是跟了上去，臉上帶着幾分無奈，仿佛在遷就一個鬧脾氣的小孩。消防通道的門在身後關上，隔絕了外面的嘈雜，只剩下空曠樓梯井的回音。怎麼回事？那份換新方案
明明是我做的，你為什麼說是你的？”於若曦開門見山，聲音在空曠的空間裡顯得格外清晰，帶着質問。林志遠嘆了口氣，攤了攤手，表情顯得很無辜。“若曦，你這話從何說起？從何說起？”於若曦氣急反笑：“方案裡的每一個字，都是我熬了無數個夜寫出來的。你只是幫我做了個美化，怎麼就變成你的功勞了？”林志遠並不着急，反而用一種近乎憐憫的語氣說：“若曦，我知道你為這個項目付出了很多，但是創意和執行是兩回事。你可能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和資料。”他頓了頓，從手機裡調出幾張圖片，遞給於若曦看。但最終的方案架構、核心創意深化，特別是情感換心這個關鍵概念的提煉和論證，這些都是我基於你的零星想法，重新梳理、深入研究和獨立完成的。於若曦低頭看去，那是幾張聊天記錄截圖和文檔修改歷史截圖。截圖顯示，早在1個多月前，林志遠就開始與一個備註為志享韓總助理的人溝通，討論的正是情感換心方向的可能性，時間點甚至早於他開始深度構思。還有一些零散的文檔，文件名像是換心思路碎片 1.0、初步構想等，修改時間也分布在不同日期，看起來像是一個方案逐步成型的過程。这些你從哪裡弄來的？於若曦震驚地看着這些證據，難以置信。這些都是我的工作記錄啊。林志遠收回手機，語氣變得有些嚴肅。若曦，我理解你想做出成績的心情，但也不能看到方案效果好就……他恰到好處地停住，留下無盡的潛台詞，眼神裡甚至帶上了一絲失望和責備。就什麼？就說你竊取我的成果。於若曦的聲音提高了8度，感到一陣眩暈。竊取？林志遠搖搖頭，語氣沉痛：“我真沒想到你會這麼想。我一直把你當成努力上進的後輩，好心幫你優化方案，希望項目能更好。你卻因為嫉妒，想來爭功，這太讓我寒心了。”他的反咬一口如此自然，表情管理滴水不漏，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於若曦看着他精湛的表演，渾身發冷，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人心的險惡。他終於意識到，林志遠早有預謀，不僅竊取了方案，還準備好了倒打一耙的證據。自己手裡雖然有原始文件和時間戳，但在對方精心編織的過程證據面前，在急於邀功的副總監和只看結果的公司層面，他的申訴顯得多麼蒼白無力。你無恥！於若曦氣得渾身發抖，幾乎說不出完整的話。林志遠看了看手錶，淡淡道：“若曦，情緒解決不了問題，我還有事，先走了。我希望你冷靜一下，不要做出不理智的事情，這對誰都沒好處。”他拉開消防通道的門，外面走廊的光線照進來，映出他看似坦蕩的背影，留下於若曦一個人站在空曠陰冷的樓梯間，被巨大的無力和憤怒吞噬，在原地呆立了許久，直到冰冷的牆壁透過薄薄的襯衫傳來寒意，於若曦才慢慢挪動有些僵硬的雙腿，回到嘈雜的辦公區。周圍的同事似乎都在各忙各的，但他總覺得有若有若無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或許只是心理作用，但那種被竊竊私語包圍的感覺讓他如坐針氈。林志遠已經坐回了他的工位，正和旁邊的同事談笑風生，神態輕鬆自然，仿佛剛才消防通道裡那場激烈的對峙從未發生過。於若曦知道，僅僅和林志遠對峙毫無意義，他既然敢做，就準備好了後手。他必須向更高一級反映，向傅立葉總監申訴，揭露真相。
他深吸一口氣，努力平復翻湧的情緒，走到副總監辦公室門口。玻璃門內，副總監正在打電話，臉上帶着愉悅的笑容，似乎心情不錯。於若曦敲了敲門，副總監抬起頭，看到他，示意他稍等。過了一會兒，他掛斷電話，才開口：“若曦啊，有事。”於若曦走進辦公室，關上門，隔絕了外面的聲音。副總，是關於換新方案的事。他盡力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靜。副總監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放在桌上。哦，方案不是已經確定了嗎？志遠做得很好。那份方案的核心內容，其實是我獨立完成的。於若曦直接說道。副總監臉上的笑容淡了些，眉頭微蹙。若曦，你這是什麼意思？於若曦將事情經過簡要敘述了一遍，強調林志遠只是以幫忙美化名義拿走了最終稿。我有所有的原始創作文件，雲盤和 U 盤都有備份，時間戳可以證明。副總監靜靜地聽着，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輕輕敲擊，看不出喜怒。等於若曦說完，他沉吟了片刻，才緩緩開口：“若曦，你為項目付出了努力，我知道。但是他話鋒一轉，職場上有時候過程和初衷並不是最重要的。公司還有甲方看重的是最終呈現出來的結果，是誰拿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案。志遠提交的方案，無論從完整性、專業性還是呈現效果上，都無可挑剔。而且，他也向我充分展示了他在這個項目上的思考過程和前期準備。”於若曦急切地想辯解，可是副總，那些前期準備很可能是他偽造的。傅立葉抬起手，打斷了他：“沒有證據的事情，不要妄加猜測。”他的語氣加重了幾分，帶着不容置疑的權威。現在這個結果對部門是最有利的，項目得到了甲方的初步認可，志遠也因此展現了能力，這是雙贏。我希望你能顧全大局，不要把個人情緒帶到工作中來。你還年輕，未來的機會還有很多，不必糾結於一時一地的得失。這番冠冕堂皇的話，像一盆冰水從頭澆到腳，讓於若曦的心徹底涼了。他明白了，傅立葉根本不在乎真相是什麼，他在乎的是誰能更快、更漂亮地把成果擺在他面前，為他的業績添磚加瓦。林志遠做到了，所以他就是有功之臣。至於這功勞底下藏着怎樣的骯髒，傅立葉不想知道，也懶得追究。所謂的顧全大局，不過是讓他打落牙齒和血吞，默默承受這份不公。副總，所以公司是認可這種搶奪他人勞動成果的行為嗎？於若曦聲音乾澀地問。傅立葉的臉色沉了下來。於若曦，注意你的言辭。我說了，要看證據。如果你有確鑿證據證明志遠竊取了你的方案，你可以拿出來。但如果只是憑你一面之詞和所謂的感覺，我無法支持你。這件事就到這裡為止，我不希望再聽到任何影響團隊和諧的言論。他拿起一份文件，開始翻閱，擺出了送客的姿態。於若曦知道，再說下去也是自取其辱。他看着傅立葉低下的頭顱，那個曾經他以為公正嚴明的上司形象轟然倒塌。他默默地轉過身，拉開辦公室的門，走了出去。門外明亮的光線讓他有些眩暈，辦公區裡敲擊鍵盤的聲音、電話鈴聲、交談聲，混合成一片模糊的噪音，衝擊着他的耳膜。他一步步走回自己的工位，感覺腳下的路格外漫長，周圍的一切似乎都蒙上了一層灰暗的濾鏡，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接下來的幾天，於若曦如同行屍走肉般上班下班，她無法專心工作，
只要一看到林志遠意氣風發的樣子，就覺得胃裡一陣翻攪。公司內部郵件通報表揚了林志遠對智享生活項目的傑出貢獻。傅立葉甚至在一次部門聚餐上公開稱讚林志遠是部門的未來之星，而於若曦則徹底淪為了背景板，偶爾被提及，也只是參與了一些輔助工作。這種赤裸裸的不公和扭曲的事實，像慢性毒藥一樣侵蝕着他的身心。他嘗試過強迫自己忘記，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但每當夜深人靜，那份被竊取的心血和遭受的屈辱就會清晰地浮現。他知道自己無法再在這個環境下待下去了，這裡的空氣都充滿了虛偽和妥協的味道，讓他窒息。週五晚上，他約了好友沈奕婷吃飯。沈奕婷是他的大學同學，也曾是同事。半年前，因為受不了公司的氛圍，跳槽去了另一家文化公司。在一家安靜的江南菜館小包間裡，於若曦把事情的原委和盤托出。說着說着，委屈的淚水終於忍不住奪眶而出，積累了多日的情緒瞬間決堤。沈奕婷靜靜地聽着，沒有說話，只是適時地遞上紙巾，給他添滿茶水。等於若曦情緒稍微平復，沈奕婷才嘆了口氣，握住他的手。我早就說過，那家公司，特別是你們那個副總和林志遠，路子不正。你偏不信，總覺得只要自己能力夠強，做事夠努力，總會被看見。於若曦苦笑着擦掉眼淚，是我太天真了，把職場想得太簡單。不是你天真，是有些人沒有底線。沈奕婷語氣肯定，你的能力有目共睹。為了這種人和這種環境，氣壞了自己，浪費自己的才華，不值得。可是我不甘心啊！於若曦聲音哽咽，那是我花了那麼多心血。我明白。沈奕婷拍拍他的手背，但你要想清楚，是繼續留下來內耗，每天看着小人得志，讓自己變得越來越負面，還是乾脆利落地離開。你的價值不應該由那一個方案或者那一個公司來定義。沈奕婷的話像一道光，穿透了於若曦心中的迷霧。是啊，繼續留下來，除了不斷消耗自己的熱情和信心，還能得到什麼？指望傅立葉哪天良心發現，還是指望林志遠主動承認錯誤？這無異於天方夜譚。離開雖然意味着暫時放棄和妥協，但也意味着解脫和新的開始。他想起之前偶爾接觸過的智享生活甲方負責人韓照，那是一位氣質沉穩、目光犀利的中年人。在幾次短暫溝通中，他曾對於若曦提出的幾個細微觀察點表示過讚許，認為他很有洞察力。或許這並非完全是死路一條。一個模糊的念頭開始在於若曦心中萌芽。奕婷，你說的對。於若曦深吸一口氣，眼神逐漸變得堅定。我不能讓這些人、這些事毀了我對工作的熱情和對自己價值的判斷。這個世界很大，總有值得付出和能被公平對待的地方。沈奕婷看到他眼神的變化，欣慰地笑了。這就對了，這才是我認識的於若曦。哪天辭職了告訴我，我請你吃大餐慶祝脫離苦海。週一早上，於若曦早早來到公司，整理好自己工位上的私人物品。然後他打開電腦，鄭重地敲下了一封辭職信，措辭簡潔冷靜，沒有提及任何具體的不公，只說是個人職業發展原因。他將辭職信打印出來，簽上自己的名字，拿着它走向傅立葉的辦公室。傅立葉看到辭職信時，似乎並不十分意外，只是象徵性地挽留了幾句。若曦，你是很有潛力的員工，公司其實很看好你。關於之前方案的事，可能有些誤會，希望你不要意氣用事。
於若曦只是平靜地回答：“謝謝副總關心，我考慮清楚了。”手續辦得出奇的順利，大概是傅立葉和林志遠都樂見他的離開。畢竟，一個知情又不安分的因素自動消失，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結果。走出公司大樓的那一刻，陽光有些刺眼。於若曦回頭望了一眼這座熟悉的建築，心中百感交集，有失落，有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種卸下重負的輕鬆，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和一絲隱隱的期待。於若曦離職後，刻意屏蔽了前公司的所有消息，給自己放了一個短暫的假期。他需要時間平復心情，整理思緒，重新規劃職業方向。期間，他抱着試一試的心態，更新了簡歷，並重點突出了換新方案的相關經驗。只是在項目描述中，他謹慎地使用了深度參與核心創意構思及全案撰寫這樣的措辭。然後，他將簡歷投給了幾家心儀的公司，其中就包括智享生活集團。他並沒有抱太大希望，畢竟智享生活是行業巨頭，門檻很高。投遞簡歷更像是一種心理上的告別儀式，為自己的付出畫上一個句點。然而，命運似乎在此刻拐了一個彎。簡歷投出後的第3天，他接到了一個陌生的電話，來電顯示是智享生活的總機。電話那頭是人力資源部，通知他簡歷初篩通過，邀請他參加出面。於若曦懷着忐忑又驚喜的心情參加了面試。面試官是人力資源總監和一位年紀稍長的男性，氣質沉穩，目光敏銳。面試過程出乎意料的順利，對方似乎對他的策劃思路和項目經驗很感興趣。特別是問到換新方案時，於若曦雖然不能明說自己是唯一創作者，但他對整個方案的背景、創意來源、執行細節如數家珍，理解極為深刻。他能感覺到，那位年長的面試官在聽到他的闡述時，眼中閃過了讚許的光芒。出面結束後僅僅2天，他就接到了複試通知。複試的面試官級別更高，並且那位年長的面試官也在場。後來他才知道，他就是智享生活集團品牌營銷中心的負責人韓照。複試更像是一場深入的業務討論，韓照提出了幾個相當尖銳的問題。於若曦憑借扎實的專業功底和對行業的理解，一一坦誠應對。他甚至大膽地指出了原換新方案中幾個可以進一步優化的潛在風險點。面試結束時，韓照難得地露出了笑容，對他點了點頭。1周後，於若曦收到了智享生活集團的錄用通知，職位是高級品牌策劃師，主要負責集团旗下重要品牌的戰略規劃和大型營銷項目。薪資和福利待遇都比之前有了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面試過程中感受到的專業和尊重，讓他看到了久違的希望。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接受了這份 offer。辦理入職手續時，他才從 HR 那裡得知，是韓照總監親自點名要的他。HR 還笑着說，韓總很少對初階面試者這麼感興趣，說你很有想法。於若曦心中感慨萬千，那份被竊取的心血，陰差陽錯的，竟然成了他進入甲方的敲門磚。而與此同時，在他離開後，前公司似乎一切如常，甚至更好了。林志遠因為換新方案獲得了甲方的好評，傅立葉順勢為他申請了晉升。聽說晉升通知下來的那天，部門還搞了個小規模的慶祝。林志遠儼然成了部門的新貴，春風得意。這天下午，於若曦正在自己的新工位上熟悉項目資料，內部溝通軟件上彈出一條消息，來自他以前關係還不錯的同事。若曦，林志遠今晚在江南會社慶功宴，慶祝他升職加薪，
場面搞挺大。後面還跟着一個意味深長的表情符號。於若曦看着這條消息，內心平靜無波，只是覺得有些諷刺。她禮貌地回復了2個字：“是嗎？”對方很快又發來一條：“聽說他還特意邀請了甲方的人，想顯擺他的人脈呢。”於若曦的心微微一動，想到了韓總。她回復：“祝他玩得開心。”然後便關閉了聊天窗口。她並沒有打算去參加這個宴會，那與她早已無關。然而，快下班時，她的新上司，品牌部的副總經理走了過來。“若曦，晚上沒什麼安排吧？跟我去參加個飯局。”於若曦抬起頭：“李總，是什麼飯局？”李總笑了笑：“就是我們那個換新項目，原來的合作方搞了個慶功宴，邀請了韓總。韓總說讓你也一起去，正好熟悉一下項目的前期情況。”於若曦瞬間明白了，林志遠邀請的甲方果然就是韓總，而韓總要帶他一起去。他的心跳突然漏跳了一拍，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湧上心頭。他似乎已經預見到，今晚的宴會或許不會像林志遠預期的那樣平靜了。江南會是本市有名的高端餐飲場所，裝修典雅，私密性很好。林志遠顯然下了血本，包下了一個寬敞的宴會廳。廳內燈火輝煌，巨大的圓桌鋪着潔白的桌布，擺放着精緻的餐具。空氣中彌漫着食物和美酒的香氣，夾雜着眾人的談笑聲。傅立葉作為部門最高領導，自然是座上賓，坐在主位，滿面紅光。林志遠作為今晚的主角，穿着一身嶄新的西裝，頭髮梳得油光锃亮。他穿梭在賓客之間，舉杯換盞，應對自如，臉上洋溢着志得意滿的笑容。不斷有同事上前祝賀，說着恭維的話，他一一笑着回應，謙虛中帶着矜持。志遠這次可是給我們部門長臉了。傅立葉端着酒杯，聲音洪亮。韓總那邊對方案非常滿意，後續的合作深度肯定會加大，這都是志遠的功勞。林志遠連忙躬身：“傅總過獎了，都是您領導有方，團隊支持得力。”他的目光不時瞥向門口，似乎在等待什麼重要人物。“放心吧，韓總答應了的，肯定會來。”傅立葉看出他的心思，低聲說了一句。林志遠點點頭，眼神中期待更甚。能請動甲方大佬出席自己的慶功宴，這無疑是他職場地位和人脈的最佳證明，比升職加薪更讓他感到榮耀。晚上7點整，宴會廳的門被服務員恭敬地推開，所有人的目光瞬間被吸引過去。只見韓照穿着一身深色休閒西裝，神態從容地走了進來。他身邊還跟着一位穿着簡約職業套裙的年輕女子，氣質沉靜。然而，當林志遠和傅立葉看清那位年輕女子的面容時，兩人臉上的笑容瞬間凝固，像是被突然按下了暫停鍵。林志遠手中的酒杯微微傾斜，險些沒拿穩，酒液在杯中晃動。傅立葉也是瞳孔微縮，臉上閃過一絲難以置信的愕然。那位跟在韓總身邊的不是別人，正是離職不久的於若曦。她怎麼會在這裡？而且還和韓總一起出現？在場的其他前同事也陸續認出了於若曦，竊竊私語聲如同潮水般蔓延開來，氣氛變得有些微妙和尷尬。於若曦平靜地掃視了一圈會場，目光在林志遠和傅立葉臉上短暫停留，沒有憤怒，沒有挑釁，只有一種超脫的淡然，仿佛在看一場與己無關的戲。韓照仿佛沒有察覺到這詭異的氣氛，臉上帶着慣常的溫和笑容。在林志遠和傅立葉反應過來，急忙迎上前時，韓照率先開了口：“傅總，林經理，
恭喜恭喜！”他客氣地寒暄着，分別與兩人握了手。然後他自然地側身，將於若曦引薦過來。這位是我們集團品牌部新加入的高級策劃師於若曦，他將主要負責煥新項目後續的對接和深化工作。韓照的介紹聲音不高，卻清晰地傳遍了整個宴會廳，如同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激起了千層浪。林志遠的臉色瞬間變得煞白，嘴唇翕動了幾下，卻發不出任何聲音。他直勾勾地看着於若曦，眼神裡充滿了震驚、慌亂和不可思議。傅立葉的臉色也是青一陣白一陣，勉強維持着僵硬的笑容。於若曦，哦，好，歡迎歡迎。他有些語無倫次。於若曦上前一步，落落大方地伸出右手，臉上帶着職業化的微笑。傅總，林經理，好久不見。他的聲音平穩，聽不出任何情緒波動。宴會廳裡陷入了短暫的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這戲劇性的一幕上。剛才還喧鬧的氣氛，此刻變得落針可聞，只有背景音樂在輕柔地流淌。林志遠幾乎是機械地伸出手，與於若曦輕輕一握，他的手心冰涼，甚至還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觸之即分，於若曦的眼神平靜無波，像是在完成一個標準的商務禮儀。傅立葉畢竟是老江湖，迅速從最初的震驚中調整過來。他乾笑了2聲，試圖打破這尷尬的局面。哎呀，真是沒想到，若曦，不，於策劃師，原來你去了智享集團，真是太好了。他的恭維顯得蒼白無力，眼神躲閃，不敢與於若曦對視。韓照將這一切盡收眼底，臉上依舊掛着淡淡的、意味深長的笑容。他拍了拍手，聲音溫和卻自帶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借着林經理這個慶功宴，我也說2句。他走到稍微開闊一點的地方，目光掃過全場，最後落在於若曦身上。首先，還是要感謝副總公司團隊前期為煥新項目付出的努力，特別是前期的方案構思，為我們項目的啟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林志遠聽到這裡，蒼白的臉上勉強擠出一絲比哭還難看的笑容。然而，韓照的話鋒隨即一轉。不過，一個好的創意就像一顆種子，需要最適合的土壤才能茁壯成長。我們集團經過慎重評估，認為煥新項目後續的深化和執行，需要更貼近我們集團戰略思維的內部力量來主導和把控。他的話語清晰地傳遞出一個信息：甲方對合作方的前期工作並非100%滿意，至少在後續的主導權上，甲方要收回自己手中。接着，韓照的目光再次投向於若曦，眼神中帶着毫不掩飾的賞識。於若曦策劃師在之前的方案溝通中就展現了令人深刻的印象。他對品牌情感內核的把握，對消費者洞察的深度都非常精準。雖然他當時是以乙方身份參與，但其貢獻的理念是方案不可或缺的靈魂。這番話如同平地驚雷，在每個人心中炸響。雖然沒有點名道姓，但所有人都聽明白了弦外之音。韓總清楚地知道那份方案真正的核心貢獻者是誰，他甚至還知道於若曦之前就在這家公司。林志遠的臉已經不僅僅是蒼白，而是透出一種死灰般的顏色。他站在那裡，身體僵硬，仿佛隨時都會倒下。先前圍繞在他身邊的恭維和熱鬧，此刻都成了無聲的嘲諷。傅立葉的額頭也滲出了細密的汗珠，眼神複雜地瞥了一眼面如死灰的林志遠。韓照最後鄭重宣布：因此，我們決定，
由於若曦出任甲方項目負責人，全面負責煥新項目的後續升級、深化以及與貴公司的對接工作，希望在於策劃師的帶領下，項目能夠達到我們預期的全新高度。話音落下，宴會廳裡響起了禮節性的掌聲，但顯得稀稀拉拉，頗為尷尬。眾人的目光在於若曦和林志遠之間來回逡巡，充滿了各種複雜的情緒：同情、驚訝、幸災樂禍、恍然大悟，應有盡有。於若曦微微向前一步，向眾人頷首致意，姿態從容不迫。感謝韓總和集團的信任，我會全力以赴，確保煥新項目成功。他的聲音清晰而堅定，與林志遠的失魂落魄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一刻，局勢徹底逆轉。竊取者在他自以為是的巔峰時刻，被命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接下來的所謂慶功宴，氣氛變得極其詭異。原本的主角林志遠，如同霜打的茄子，徹底蔫了下去。他魂不守舍地坐在位置上，面對滿桌佳肴毫無食慾，酒卻一杯接一杯地灌。周圍的人也不知該如何與他交流，安慰顯得虛偽，祝賀更是無從談起。反倒是於若曦成了新的焦點。雖然他只是安靜地坐在韓照身邊，偶爾與韓照或李總低聲交流幾句，但不斷有前同事帶着或好奇、或歉意、或純粹是想套近乎的心思，試探性地過來與他打招呼，說幾句恭喜高升、以後多關照之類的話。於若曦一律以得體的微笑回應，禮貌而疏離，不多言，不失態。他清晰地感受到那些目光背後的複雜含義，但他內心異常平靜。這份平靜並非來自於報復的快感，而是源於對自身價值的重新確認。他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值得被看見，值得被尊重，這就足夠了。宴會過半，林志遠似乎終於從巨大的打擊中緩過一點神來。他端着酒杯，腳步有些虛浮地走了過來，目標直指於若曦。他的臉上帶着一種複雜的、近乎哀求的神色，與之前的得意判若兩人。若曦，不，於策劃師。他開口，聲音沙啞：“我能單獨和你聊兩句嗎？”於若曦抬起頭，平靜地看着他，沒有立刻回答。韓照和李總也停下了交談，淡淡地看着這邊，沒有干涉。就在這裡說吧，林經理。於若曦的語氣平淡無波。林志遠的臉上閃過一絲難堪，他深吸一口氣，壓低聲音：“若曦，之前的事是我不對，我鬼迷心竅。”他的聲音帶着明顯的懺悔，試圖解釋或者說挽回什麼。我向你道歉，真誠的道歉。希望你看在以前同事的份上。於若曦靜靜地聽着，等他斷斷續續地說完，然後他緩緩開口，聲音不大，卻足以讓鄰近的幾個人聽清。林經理，職場上，過程和初衷或許不是最重要的。他重複了傅立葉曾經對他說過的話，但語境已完全不同。公司和甲方看重的是最終呈現出來的結果，是誰能真正解決問題。現在看來，韓總和智享集團已經做出了他們的判斷和選擇。他沒有指責，沒有怒罵，只是用對方和上司曾經用來搪塞他的邏輯，輕描淡寫的將他的道歉和請求擋了回去。林志遠的臉色頓時變得灰敗。他聽懂了於若曦話裡的意思，道歉無法改變既成事實，更無法挽回他失去的信譽和即將面臨的困境。於若曦不會利用甲方的身份刻意刁難，但公事公辦就是對竊取者最大的懲罰。他張了張嘴，還想說什麼，最終卻只是頹然地低下頭，默默轉身走開，背影顯得異常狼狽和落寞。
宴會接近尾聲，韓照和李總率先起身告辭，於若曦也跟着一起離開。自始至終，他沒有再去看傅立葉一眼。走出江南會的大門，夜風拂面，帶着初夏的微涼。韓照停下腳步，對於若曦說：“今天的事不必放在心上，公司看重的是你的能力和潛力，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於若曦真誠地點頭：“謝謝韓總，我明白。”他知道韓總帶他來，或許是有意為之，或許只是順勢而為。但無論如何，這為他掃清了前路的陰霾，讓他能夠輕裝上陣。坐在回家的車上，於若曦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心中沒有想象中的揚眉吐氣，反而是一種歷經波瀾後的沉澱與平靜。他拿出手機，給沈一婷發了一條消息：“一婷，你說的大餐可以安排了。”很快，沈一婷回復了一個大大的笑臉和一句話：“恭喜重生。”我就知道是金子，到哪裡都會發光。於若曦放下手機，嘴角微微上揚。是的，舊的篇章已經翻過，新的職場生涯才剛剛開始。而這一次，他將憑借自己的實力和才華，走得更加穩健，更加從容。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